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許蘭芳，歡迎收看 Dr. Gracie。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，你是暈船仔嗎？人為什麼這麼容易暈船呢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暈船，我把它分成2個比較明顯的特質，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比較容易暈船。第一個，有可能是你想要什麼，剛好它的出現給了你要的東西，你想要被關注，你想要被理解，你想要被在乎，你在夜深人靜哭泣，或是你想要聽人說話，想要找人訴苦的時候，它剛好出現了，就是這麼的剛好，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順的溜了進去那一個情境當中。第二個呢，就是對方的行為剛好激起了你的征服欲跟占有欲，最明顯的就是忽冷忽熱，因為它忽冷忽熱，就會讓某一些比較有占有欲、比較有征服欲的人更想要確定關係，因為確定關係可以證明我的存在，可以讓我解這個癮。你不覺得這跟戀愛經驗也有關係嗎？哦，的確，如果戀愛經驗比較少的人，就很容易暈船，因為第一個不知道怎麼樣分辨人跟人之間的行為，有可能他就是這麼好的人，你以為他只對你這樣好，但是殊不知他對每一個人都這麼好，不是因為他是渣男，因為他就是一個暖男。我覺得會暈船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因為人比較沒有辦法接受那個沉沒成本，都已經付出了這麼多時間，如果我沒有辦法促成這段關係的話，我前面投資的都就是沉沒成本，就是來都來了。对，來都來了，我一定要想辦法。當然我自己的戀愛建議也是，如果要我建議，我会建議你多跟不同的人約會，你才能了解。其實我覺得人都知道，但是暈船的人就是即使發現了，我還是說服沒有那個人還是最愛我的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被騙是小事，是自己騙自己才是最可怕的。有時候就是你明明都知道，就是我明明都知道他已经沒有意思了，但是就是你剛剛講的沉沒成本，我們前面都已經真的曖昧約會了2-3個月了，那你現在突然對我沒意思，什麼意思啊？那我只好來都來了，約會都約會了，我就會繼續。可是我不是這樣個性的人，所以我就不會有後面那一段。那你有辦法給正在暈船的人一些建議嗎？我要怎麼樣才能下船？老實說，正在暈船的人沒有辦法接受建議，因為當下正在暈船的那個人當下也不會覺得他自己正在暈船，是旁邊的人看覺得他暈船了。正在暈的人他覺得我沒有暈啊，我沒有暈啊，我跟着船一起搖擺。所以我的底線我也不會，就算我發現我的朋友暈船，我也不會跟他說不行，阻止。因為人性就是這樣，你越阻止，你會越會增加他想要去暈船的那個慾望而已。所以我的個性啊，我覺得這大家參考。我的個性是你不用去建議暈船的人，但是不管你未來有沒有可能暈船，這是給每一個人的建議。你在進入任何一段曖昧關係或確定關係的時候，底線就是保護好自己。我所謂的保護好自己，除了情感面，我們當然很難去預測，身體上的保護，再來就是避孕跟避病，是我覺得你要進入任何一段關係，你要接受任何後果，我們前面是可以預防的。因為病一旦產生了，孕一旦出現了，那真的是會造成不小的後果，那個是會影響一輩子的。所以我覺得暈船的人也不用有什麼建議之類的，你就好好的暈，不管你覺得你是不是在暈船，在戀愛啦，你就是保護好自己。你在還沒有準備好要生小孩，你還沒有準備好要生病得性病之前，那就好好的戴保險套。有些人就說，我不想要懷孕，我吃避孕藥啊，避孕藥還是有可能得性病，所以就是保險套。接下來那你就好好的暈吧，畢竟真的人在感情裡面，你多嘗試，你才會知道你想要什麼。你經歷過痛苦，你才能感受得到什麼是幸福，這就是人生。祝福你們咯！喜歡我們影片的人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、開啟小鈴鐺，拜拜。